我们看到科技公司不断裁员，企业招聘越来越谨慎，应届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。很多人开始担心 AI 会不会真的让大量人失业，我们的工作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被替代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，但我要讨论的是，不是 AI 会不会取代工作。在我看来，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答案了。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， AI 到底会淘汰什么样的人？未来什么能力会越来越值钱？普通人又该如何避免被时代甩在身后？很多人对 AI 的理解还停留在 ChatGPT 刚开始的时候，觉得它只是一个聊天机器人。过去几年一直在工作中深度使用 AI， 发现事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我现在每天都会使用 AI 写代码、分析数据、建造模型、搭建自动化流程、整理复杂信息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以前做一个数据分析项目，我要花大量时间写代码、查文档、调试程序。现在 AI 可以直接帮我生成大部分基础代码，过去需要好几个小时完成的工作，现在几分钟就能得到第一版还不错的结果。我的工作重点已经从亲自完成任务变成了判断结果是否正确。 AI 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替代我们工作，而是把我们的能力放大。一个懂 AI 的人，效率可能相当于过去一个小团队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企业正在疯狂投资 AI， 因为他们发现同样的工作现在可能需要更少的人完成。很多人喜欢问 AI 会先替代什么职业呢？程序员、设计师、会计、客服。但我觉得 AI 真正替代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具体职业，而是一种工作方式。那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最危险呢？一般来说有3个特点：高度重复、流程标准化，几乎不需要独立判断。而这恰恰是 AI 最擅长的事情。以前需要一个团队花1天完成的数据整理工作，现在一个熟练使用 AI 的人几个小时就能完成。以前客服需要回复大量重复问题，现在 AI 客服已经能完成绝大多数基础沟通。以前写基础文案需要半天，现在 AI 1分钟能生成几十个版本。很多人以为蓝领最危险，但现实可能恰恰相反。大量白领岗位正在率先受到 AI 冲击，因为很多办公室工作本质上就是信息处理、流程处理和重复判断，而这些正是 AI 的强项。不过说到这里，很多人会开始焦虑，是不是未来真的没有工作了？其实类似的担忧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。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消灭旧工作，也会创造新机会。工业革命时期、电力普及时期、汽车出现的时候，以及互联网出现的时候，每一次技术革命，人们都会担心机器会抢走工作。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福特汽车。100多年前，汽车还是奢侈品，后来福特引入流水线生产，生产效率大幅提高。很多工人当时非常害怕，觉得机器会让自己失业。但最后发生了什么？汽车价格大幅下降，普通家庭也买得起车了，需求迅速扩大。福特不仅没有减少员工，反而开始大量招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产力提升了，而生产力提升往往会带来新的需求。互联网也是一样，它确实淘汰了很多传统岗位，但同时创造了大量全新的职业，比如电商、短视频、直播、APP 开发、云计算、自媒体等等。这些职业几十年前的人根本是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所以从长期来看呢， AI 是不大可能取掉就业的。AI 最危险的不是能力差的人，而是不愿改变的人。未来最危险的人是谁？我觉得有3类人。第一种，只会执行的人，别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会思考，也不会判断，不会创造价值，因为执行层面的工作最容易被 AI 替代。第二种，停止学习的人，过去靠一个技能可以吃10年饭，未来会越来越难，因为知识的更新速度已经远远超过过去。第三种，瞧不起 AI 的人，总觉得 AI 不专业、不靠谱，不可能替代真人，但市场从来不会因为情怀停止变化。
未来淘汰你的很可能不是 AI， 而是那些已经学会使用 AI 的人。未来最值钱的不是知识，而是这些能力。在我看来，未来至少有3种能力会越来越值钱。第一种，建立信任的能力。AI 可以生成内容，但很难建立长期的信任。我们喜欢长期关注一个博主，并不是因为他的信息最全，而是因为相信这个人。未来的内容会变得越来越便宜，但是信任会越来越昂贵。第二种是复杂环境下的判断能力。AI 知道很多知识，但它并不真正理解现实世界，因为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。比如说，什么时候该去冒险，什么时候应该要保守，什么时候应该等待，这些最终还是人的判断。第三种是持续学习和跨领域的能力。未来最有竞争力的人一定是复合型人才，比如懂技术、懂表达、懂商业协作，并且能够快速学习新东西的人。那普通人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不要抗拒 AI， 尽快学会使用 AI， 把它当成助手、顾问、工具和能力放大器。学会用 AI 来做研究、写代码、分析数据、做视频、搭建自动化流程，或者其他你想做的事情。过去很多需要团队完成的事情，现在一个人就能做到。未来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，可能不是谁更努力，而是谁更会利用 AI 放大自己。当所有人都能轻易获得知识的时候，知识本身就不再稀缺。真正稀缺的是理解能力、判断能力、创造能力、提问题的能力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接能力。所以未来最有竞争力的人，未必是最聪明的人，也未必是学历最高的人，而是最早学会与 AI 协作的人。未来真正属于2种人，一种是创造 AI 的人，另一种是最会使用 AI 的人。如果你认同这个观点，欢迎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 AI 最先影响的是哪一种工作？我们评论区聊聊。谢谢观看，我是露西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